第1127章星空夜域。萧炎一行人跟随着叶仲在圣丹城外域转悠了半个小时左右，终于是在靠近南边的一处地域降落而下。在萧炎等人降落的地方，有着一处比较宽敞的院落，只不过这院落看起来明显颇为的旧败，看起来如同多年未曾沾染人气一般。而在那院落正前方，有着一块这木匾，之上隐隐有着两个依稀可辨的字体：叶院。这是我叶家当年的一处产业，不过后来随着叶家的落败，这里也是无人在打理，不过用来暂时歇歇脚还是不错的。望着这处院落，叶仲偏过头对着萧炎一行人道：对于住所，萧炎等人自然是没什么要求，而且这叶院虽说看上去有些旧败，但也胜在僻静，虽然周围依旧有着不少的人流，但与其他地方比起来，却的确是当得起僻静二字。哼，没问题便好，今夜天色也不早了，大家便先休息一下，明天还有正事。伴随着时间的流逝，夜色也是徐徐地从天际倾洒而下，将整座圣丹城都是包裹在迷离的夜色之中。夜院的一处小院之中，萧炎负手而立，抬头望着天空上那璀璨的星辰，许久后眉头也是缓缓皱起。自从进入这圣丹城，我却依旧未曾感应到半点与那3000焰炎火有关的波动，想必应该是丹塔的强者封印或者隐藏了起来。沉吟了片刻，萧炎的目光转向圣丹城内域的那片朦胧星空，3000焰炎火成型于星空之上，若是诞生的话，也应该是会在遥远的9天之上。如果萧炎所料不差的话，那3000焰炎火应该就在圣丹城内域的星空中。唉，丹塔的手段还真是隐秘，看来只能走正途之道啊。萧炎心中轻叹了一声，刚欲转身回房，耳朵却是一动，偏过头望着院落门口处，那里一袭白色衣裙的小医仙正悄然而立，天空上的月光倾洒而下，照射在其身体上，宛如银纱一般，更是平添几分动人妩媚。还没休息？见到小医仙，萧炎也是一怔，旋即微笑着道：薰儿在离开之前可是嘱咐我好生保护你，你未曾休息，我怎能罢工？小医仙嫣然笑道。听得小医仙的俏皮话，萧炎也是忍不住的一笑。在解决了恶难毒体之后，他无疑是变得开朗了许多。你的恶难毒体应该没什么问题了吧？萧炎望着那帘布踩着月光徐徐而来的小医仙，关心地问道。应该没问题吧，如今在我体内有着一枚拇指大小的毒丹，我体内的所有恶难毒气都是被压缩在其中，而且如今的我也是能够彻底地控制它。小医仙沉吟了一下道：那便好，我也只能帮你到这一步，至于以后该如何走，也就只能靠你自己了。不过恶难毒体可不是寻常体质，而且以前也从未出现过能够将恶难毒体彻底控制的人，所以我也不知道在修炼出毒丹之后会对你有什么影响。萧炎点了点头道。小医仙微微一笑，眼波流转，却是突然道：你跟薰儿说过彩铃的事吗？闻言，萧炎顿时一愣，旋即有些尴尬，苦笑着摇了摇头。彩铃的事原本当初只是一场充满春意的邂逅，但在那之后，随着逐渐的接触与了解，对于那冷傲动人的美杜莎女王，萧炎不得不承认，对的她开始出现了一些复杂的情感，特别是彩铃那疑似怀孕的事。离开加玛帝国也算是有着好几年时间了，如果彩铃真是怀孕的话，那么按照蛇人族的怀孕规律，现在恐怕那小萧炎已经出世了都说不定。一想到这里，萧炎心中便是有种极度复杂的情绪，似欢喜似苦恼，种种情绪汇聚在一起，犹如打翻了5味瓶般，让人尝不出酸甜苦辣。唉，船到桥头自然直，等下次见到薰儿时，我会将这些事告诉他。甩了甩头，萧炎平静下心情，叹了一口气道：有些事自然不能一直隐瞒，在这斗气大陆上，男人3妻4妾也并非是什么稀罕之事，想必薰儿也并不会有什么意见的。见到萧炎纠结，小医仙也是出声安慰道。对于小医仙的安慰，萧炎也只能苦笑着点了点头。薰儿可不是寻常女孩，她在古族之内定然是拥有着别人难以想象的地位，不然不可能身旁随时有着2名斗尊强者守护。而到时候即便是薰儿答应，恐怕那古族都是会因此为借口出面阻扰。瞧得萧炎并不想在这上面做过多交谈，小医仙也是将话题转移了开去。两人坐在房间之前的石梯上，仰头看着那无尽星空。好多年都没有一起看夜色了啊，
不过还是当年在青山镇的那小山谷中的夜色更加漂亮啊。在低声细语地聊了许久之后，小医仙娇躯轻轻地依靠着一旁的石墩，眼眸却是缓缓地闭上，轻轻的呢喃声悄然传出，他居然是在这里熟睡了过去。萧炎微怔，偏头望着那张俏美并且充满着温婉气质的脸颊。当年的他们都是在为了各自的目标而奋斗，但如今他们所达到的高度却是那个时候想都不敢想。等以后回加玛帝国了，我再陪你去那里看夜色。似是听见了萧炎的轻声，小医仙那俏美脸颊也是缓缓地变得越发柔和，从那戒中取出一件宽大的黑袍，轻轻地罩在小医仙娇躯上。而萧炎也是缓缓起身，行出2步，抬起头望着那璀璨的满天星空。随着入神的凝视，他突然发现，似乎这圣丹城的夜空比起其他地方的夜空要显得更加的充满灵性。眉头微微一皱，萧炎双手负于身后，静静地站立在这无尽的星空苍穹之下。这一站便是站了将近2个小时，而在这2个小时中，萧炎的身躯犹如雕塑般的纹丝不动，而其双眼则是直直地盯着天空上那些闪烁的星辰。这般姿势，在时间刚好是达到3个小时的界限时，萧炎嘴角突然泛起一抹细微的弧度，旋即眼眸徐徐地闭上。在萧炎双眼闭上的那一刹，磅礴灵魂力量却是犹如潮水一般自其眉心处扩散而出，然后对着那璀璨星空蔓延而去。灵魂力量如水波般的在天际扩散开来，那种充满灵性的异样感觉也是伴随着灵魂力量的扩散，犹如一种神奇的烙印般，悄然地在萧炎那些扩散的灵魂力量上印上了一点模糊的印记。闭目之中的萧炎并未发现，此时此刻他那保持着纹丝不动的身体居然开始在逐渐地释放着一种微弱的荧光。这种荧光极为的神奇，使用肉眼并看不见，而是必须使用灵魂力量方才能够窥测到。萧炎周身的那些有些枯黄的草叶在这种微弱的荧光照耀下，枯黄居然是逐渐的褪去，嫩芽悄然而生，看上去灵气盎然。对于身体周遭的变化，此刻的萧炎自然是无法猜测，伴随着灵魂力量的越发扩散，那种模糊的印记也是越来越多。而在这众多的烙印之下，萧炎的灵魂却是如同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之下一般，感受到一种异常浓郁的舒畅之感。灵魂力量的蔓延不知道持续了多久，也不知道突然间闯进了哪里。猛地一震，待得萧炎回过神来时，却是发现在那灵魂视觉中，一条看上去几乎看不见尽头的巨龙正蜿蜒盘踞。巨龙双瞳紧闭，在其身体之上缭绕着一种紫黑色的诡异火焰。在萧炎灵魂力量见到那紫黑色火焰时，心头顿时泛起一阵熟悉之感，旋即一道低低的呻吟声从灵魂之中响起。3000焰炎火，何人胆敢窥视丹城星域？就在萧炎心中那道呻吟声响起时，一道厉喝之声却是猛地在萧炎灵魂深处响起。突如其来的厉喝声直接是将萧炎扩散的灵魂生生炸裂散开，旋即突兀地消散在这片灰蒙蒙的诡异星空之内。而随着其灵魂的散开，一种淡淡的灵性也是隐隐有所残留。咦，居然是灵境灵魂！似是感应到那残余的灵魂灵气，虚无空间中隐隐有着一道细微的诧异之声响起。在远离此处的圣丹城外域，夜院院落之中，双眼紧闭的萧炎猛地睁开，脚步噔噔地退后了2步，脸色有些苍白的陡然转向圣丹城深处。先前他感应到的3000焰炎火定然便是在那个方向。丹城星域，那里便是封印着3000焰炎火的所在处吗？